身为人要意识到自己是人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人的话，我们会做出很多以我们为中心的事情，让世界上其他非人类的物种受到一个不平衡的待遇。提醒一下自己是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我是在把它们剪到稍微不会拖地的长度，因为海带生长的时候，它也不会触到海底。如果是人为种植的话，所以我们在展间里面用这几种渔网来做外形的一种方泥。Artist Luo Shengwen, born in 1987, lives in Europe. He's back in Taiwan for his upcoming exhibition titled Matter of Scale. 然后如果你希望它更垂，我们可以上去把那条线剪掉，它就更垂。海带在人为种植的时候，它是利用绳索做依附，从绳索往海底下去生长。每一条绳索通常就是种植一种海带作物，比如说种昆布就是种在一条上面，那种海带芽就种在另外一条。有绿色的塑料渔网和褐色的这种比较粗的渔网，其实是有做这样一个互益。大部分的时候，或者之前我所知道他的作品，其实蛮多都是以动物为观察对象。这次出现了不同的物种，他慢慢的在拓宽自己关注的议题跟面向，但他又维持在他一贯的对环境或者是对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的重视上。我试图将凤甲美术馆的空间视为一个有限的空间。展期的2个多月间，这些渔网也会越来越多，它的吊挂也会越来越多。那短的渔网也会慢慢变成长的渔网。Luo Shengwen's most famous piece is the White Bear Project that started in 2014. He visited zoos across the world, taking pictures and videos to reflect on the treatment of animals in captivity. 应该是在旧金山的动物园看到了一只土黄色的北极熊，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说，这个熊就是一直在吃草，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很违和，因为它是大型肉食动物，然后一直在园区里面一直在吃草，像一只羊一样。那时候我做的一个假设就是说，也许这个北极熊在任何的人为环境里面看起来都会蛮尴尬的。遇到北极熊这个物种的时候，大部分的动物园是有点崩溃的。为了满足视觉上的不违和感，就是拿出白色油漆来刷石头，让它变成那个冰块或者是冰山，这样的行为就开始出现。它没有办法去满足动物，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满足游客的视觉喜好，所以中间它会做出很多很荒谬的事情。White Bear Project received an award at 2018 World Press Photo Contest. It was the first work of art by Luo Shengwen, who has a master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NTU.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其实有许多地方的想法是蛮不成熟的。这里面学到了蛮多创作相关的经验，然后把这个可能性去带往其他的作品。其实还不小只，这一只叫做光掌硬壳寄居蟹。特色是它的螯是黑色的，但是前端是白色的，然后它有那个蓝色的眼睛。从小其实是科学的粉丝，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相关的东西都蛮感兴趣的，所以小时候就做了蛮多的科展。好像是冬天的时候吧，就是去收集了一批寄居蟹，
那个时候就是要回旅馆，那时候就觉得旅馆怎么那么冷，所以那个就有点担心说那个蟹会太冷，可能会有问题，就把海水稍微弄到稍微是25°C 的状态，把这些蟹放在里面，就是帮他们保暖这样子。结果隔天起来，就是那个蟹几乎全部死掉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惊讶，说就是自己可以犯这种愚蠢的错误，就是我用一个人的身体感知去揣摩一个节肢动物、冷血动物的感知。这一件事情就让我也是有一个蛮大的阴影。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说，其实动物的很多部分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去读电机系嘛，但那时候其实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没有太大的掌控和思考。那大一的时候也开始想说，就是如果我之后变成一个工程师的话，那我以后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完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就是这整个人生就变得非常古板，而且好预测。所以我慢慢对这一个人生的规划有一点动摇，然后也是同时加入了摄影社，然后就发现就是拍照或者是录影，让我有一些蛮有趣去说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个过程。不只是记录，也不只是艺术，它可以跟更多的脉络去做结合，比如说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人其实是可以一直变化的去挑战自己，去学习各种不同的新事物，然后去重新理解自己的渺小。我慢慢的去思考自己做创作的可能性，慢慢去思考说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融入创作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Luo Shengwen went to the Netherlands to attend St. Eustace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While he pursued a degree in photography, the open academic culture allowed him to explore different media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其实这一件作品其实是我去荷兰念书的时候的第一个作业。那个作业名字叫做 Playing with Reality。你要把现实当作是一个媒材，而不是一个目的，就是把现实当作画布的一个感觉，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材料，然后去试着跟它发生一种好玩的关系。这个题目叫做落尘嘛，那落尘在字面上的意思其实是降落下来的辐射灰尘。美国在本土核子试爆大部分是在内华达州的国家安全区里面做试爆，1000多次的核测试里面有928次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的，所以这个地方从卫星图看下去就其实还蛮震撼的，有很多的坑疤在上面，视觉高度差不多是1000公尺左右，从1000公尺差不多是台北101的2倍往下看这个地区，人们在20世纪的时候做过的2000余次的核子试爆。那我们其实对这些试爆的所知甚少。我那时候觉得这一个是一个蛮诡异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他们都还是在这个地球上，只是那些地方没有人类，所以大家对它往往是漠不关心的一个状态。Luo Shengwen didn't film on site. He used the coordinates in archives and 3D satellite images to recreate real nuclear explosions in the computer. 这一份资料是美国能源局提供的档案库，从1945年到1992年，就是最后一次核测试，它里面有包含那个坐标的数值嘛。就是这个坐标数值我们是有的，可以把它复制到 Google Earth 里面去，你搜寻它就可以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美国国家安全区，就是有很多坑疤的那一个区域。你想要
整个都是同一个年份的图纸的话，有时候 Google Earth 是没有提供这样的，就是那么完整的图纸在里面。后来我也觉得说，其实这样其实也蛮有趣的。所以你在展览里面某一些照片里面，你会看到一些不明线条，其实那就是2个年代不同的图纸被叠在同一张图里面。我是感觉人类好像是在得到一个新玩具，感觉有点像是用一个游戏的方式在测试核弹跟土地之间的关系。那我也可以用一个游戏的方式来看待这整件事情，所以就做了一个模拟啊，就是把这个充满坑道的这一片土地，把它转化成一种节奏游戏，就是有一点像是什么太鼓达人啊，就是你要去用手指去点那个核弹坑，你就可以得分这样。声音的基底是用美国国歌，所以就是有2重的讽刺的意味在里面。因为有一些地方，其实它现在的辐射强度还是很长的。就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再去了，所以它反而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讽刺的就是有些生物宁愿选择去有辐射的地方，它也不愿意到城市来跟人一起活。也许对这些生物来说，人类当下存在也许比核弹更恐怖。Thanks to his science background, Luo Shengwen's later work involves experimentation on himself. For instance, he questioned the source of ethical doubt by gathering goose feathers in park to make a coat he wore to the North Pole to see if he would freeze to death. 羽绒这件作品啊，我自己的体感其实还是蛮冷的。我带了几个感测器，我在我的胸前放了一个温度计。然后那个时候也做了那个热影像嘛，记录自己脱掉外套和穿起外套时候的一个差异嘛。我的目标是活下来，所以以这个目标来讲，那件衣服其实还办到这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那件衣服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后来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故事啊，在北极驻村的这些向导，在艺术家害怕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这个故事。我们讲说，2017年有一个台湾人呢，就是自己土炮一件外套但都可以活下来，所以你们穿这个在外面买的外套肯定是没事的。His daring ideas included the creation of an ultrasound transformer, which he wore for 1 month to see if it would drive him crazy.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你原本听不到这个频段的声音，但是它经由一个数学的模型的变化，把它转换到人耳可以听得到的一个频段。所以那时候就带着那个超声波转换器去那个牙医，然后一开始就后悔了，因为整个牙医每一个器材都会发出非常可怕的超声波。一开始运作的时候，就是我整个麦克风被饱和，就整个爆掉。然后后来也感觉到说，就是噪音不只是主观的事情，它是跟物种是有关联的。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声音不会很吵，那也许其他的动物它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它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折磨，这也是有可能的。这1-2年，他开始思考说，在呈现作品的过程上，怎么样透过不同的感官经验，让他想要传达的这个议题，能够更强烈的唤起观众的共感。我们现在在灯塔附近的一段路杀热点，有蛮多的砂石车或者是自小客车会很快的经过这边。那因为旁边可能也是植被比较茂密的区域，所以可能就是会造成比较多的动物就是不幸被车辆撞死。
这是找到一只蜜蜂在路中间，但是就是真的在路中间，所以就有点危险，所以我没有去扫它。今天又没有带反光背心。那你觉得它是被误杀吗？有可能啊，因为它是在路中间。Watch Out is another piece by Luo Shengwen. When he visited the largest wetland in southern France, he saw a lot of roadkill. He wondered how he could use art to help when government campaigns don't work. 当我发现就是路上有就是不幸被车撞到的动物的时候，撞死的动物啊，就是我会就是在现场做3D 扫描。这是一只水鸡啊，所以就是它体型是不大的，所以3D 扫描的时候也同时会把我拿来当比例尺的这个铁尺也扫进去，同时是记录它的尺寸资讯，把这些资料、图资、数据转换成珠宝。我目前预计是做10件珠宝在这个游戏里面，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把这一些珠宝放回湿地路杀发生附近的位置。然后把整个情况转化成一个寻宝游戏，所以如果民众想要参加这个寻宝游戏，如果他想要把这些宝捡回家占为己有的话，必须要骑脚踏车或者是走路，他才有办法找到这些动物。政府宣导没用嘛，那就借由一个游戏，就如果你要参加这个游戏，你就不得不走慢一点嘛。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Luo Shengwen used games to explore environmental issues. He created an escape room for people to experience darkness and physically experience the life of eels living under water resource facilities. 这一个空间里面各个关卡也是对应到鳗鱼悲惨的一生，完全是黑的，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视觉线索。几个水利设施的挑战，包含高速旋转的抽水站或者是发电厂的叶片，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会把鳗鱼打成碎片。那也包含了一些难以跨越的水坝或者是堰这些设施。那这有点像是在一个受污染的水里面，就是你的感官被剥夺，那你还是要在这个充满碎片的环境里面前进这样。那在关卡的最后一个阶段，很不幸的，我们做了一个陷阱。所以在这个陷阱里面，就是如果你走到一个错误的地方的时候，你是永远出不来的。跟野生动物也是一样的，野生动物在户外环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它的智力不高，或者是也不是它的体力不好，有的时候它就是衰，它出现在错的地方，它就是死路一条。不只是玩，就是在回馈的时候，就是可能他们在中间就会开始大叫。但出来的时候，这些民众很有趣，就是99%的参加者其实是还蛮开心自己经历过这一段过程。还好我有来，不然我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做一只鱼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As resources on land are depleted, humans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oceans. Luo Shengwen continues to ask,If the sea is full of seaweed farms, how do the creatures living below them feel? 荷兰人目前正在非常的热衷于种海带这件事情。广告里面或者是新闻里面有非常多的叙述是关于海带的好处，那包含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不需要任何的土壤、土地，那也不需要任何的肥料或者是农药。甚至研究会说，就是它可以解决气候变迁。那我看到最厉害的数字是，如果我们种植9%的海洋的话，我们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食物，还有所有的能源和所有的气候变迁等问题。但是9%的海洋比非洲还要大，这就让我有点好奇说，就是在这样完全正面的浪潮底下，难道海带就是这样完美无缺的一种作物吗？展间有4个录像，分别投影到地面上面。
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阳光的一个位置。我们美术馆面积是有限的嘛，观众有点像是走在海平面底下的一个感觉，身处在一个海带田的3D 结构里面，没有考虑到它是一个有限空间，而做了过多的悬挂的话，它还是会把整个空间窒息，让观众有一种压迫感和一种窒息感在里面。大规模海带田，如果它种植非常非常多的话，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第一个问题，也许就是它会挡到阳光，就是它会阻止阳光的穿透，它让原本需要阳光的水生动植物，也许它就吃不到阳光，也许也会干扰这个地方的营养平衡。所以这个展览在试图用不同形式的人造物去呼应现实的人造农业对环境的影响。荷兰就是种这种，就是其中一种海莴苣，它有点透明，有一种玻璃纸的感觉。有点像海带芽。有许多的人会想要了解一件作品的结论是什么，但我的作品里面常常没有一个明显的结论在里面。它都是一个讨论的线索，它都是一个可以激发讨论的一个媒介。透过创作这一个转化，我可以去偷渡一些问题到观众的脑里面，让他们自己去咀嚼，或者是甚至更好的是自己去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当我们自己去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在我们心里面留很久很久。其实它有出来，只是它停在那边而已。我去找一个海洋生物学家的时候，他说，最快让他们出来的方式就是去烧这里的壳。但是他说有的如果来不及的话，可能会被烧死在里面。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方法还蛮恐怖的。有找出可以比较和平的方式让它出来，但是就是也不能勉强它，就是人跟自然或者是人跟非人相处，有的时候你也不用积极的去为它做什么，有的时候你就不要打扰它就好，这样已经就是一种和平的一大步。